可怜的 Chip， 每个人上来都帮他上课、这一题简直就是叫大家来报告国民党是什么样的，这很搞笑吗？有必要吗？大家都知道地方派系对国民党有多重要，国民党会不知道吗？党中央最重要的是倾听地方的声音，跟地方商讨大计，这才是重要的。国民党现在最大问题是地方派系拱你上去做主席，结果做主席之后反手就擒了地方派系，搞得地方派系无所适从。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国民党自威权时期以来，都一直依靠着中央执政，那地方派系的分工模式，那地方派系掌握着选举的动员的能量。那过去呢，你们中央一直我看一下，不好意思，没忘记了，口才很重。那过去你们中央一直无法搞不定这个地方派系，例如这个彰化谢家以及这个台中的严家，还有云林的张家。那如果未来你们中央与地方派系产生这个意志上的冲突时，你们会怎么处理？那过去我们青年没办法支持你们国民党的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你们被地方派系所绑架，导致青年没办法出头。那如果未来你们想要争取青年的支持，你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谢谢。他意思在讲国民党中央跟地方派系的冲突该怎么处理。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地方派系绑架导致青年无法出头。前面讲到那边都 OK 哦，讲到这边的时候就代表 Chip 的政治分析能力蛮弱的。国民党现在年轻人出头的有多少来自地方派系？在地方这一线的年轻人都是地方派系好吗？洪孟凯国民党地方派系，台中的话谢依凤、严宽恒、廖伟翔，就是谁不是地方派系？但是这些地方派系的年轻人他们并没有表现不好，这样知道了吗？所以Chip你在提问什么？下次提问要做功课。地方派系大家可能有一个误解，他们跟民进党的派系是不一样的。民进党的派系他是真正在做政治分赃，可是国民党这些地方上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地方经营久了，他们有他们的服务团队，甚至他们也培养年轻人参政，这个跟民进党是完全不一样的。郝龙斌讲的还算蛮实切的，这个就是我的观点。郝龙斌这次声势那么强哦，民调冲到第1名，就是因为他跟地方派系关系很好，地方派系掌握最多的党员票。过去国民党地方派系带枪投靠，永远执政党，永远跟有掌权者站在一起。譬如说像嘉义的陈明文，譬如说像高雄的陈其迈，他们都已经投靠到民进党那边去了。坦白讲，过去这些年来，国民党在野遭受到民进党国家机器的打压，在地方上面帮国民党出钱出力，整合地方，硬撑着国民党，包括国民党党部的很多，恐怕是你口中的地方派系。郝龙斌回答的叫中规中矩，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错。郑丽文这边回答了，不仅打蛇随棍上，给 Chip 上了一课，地方派系才是撑住国民党的关键。国民党党中央被党产会抄掉的时候，被处转会搞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是地方派系出人出钱出力，把整个国民党的地方的系统给稳住的。而且他甚至举了实例哦，南投是地方派系整合最好的地方跟中央如何能够团结一致，重视地方的声音，反而是我们现在要补修的功课。这个讲的真的太好了。国民党现在最大问题是地方派系拱你上去做主席，结果做主席之后反手就擒了地方派系，搞得地方派系无所适从。当初中东锦要选朱立伦，死卡着不让他选，派了另外一个上来，结果中东锦又无党籍碾压对方，最后又把中东锦请回去当县长，这不是很搞笑吗？这到底是干嘛？有必要这样搞一拐吗？党中央最重要的是倾听地方的声音，跟地方商讨大计，这才是重要的嘛。所以这一题变成 Chip 出糗题啊，搞了半天是回来骂 Chip。国民党从民国94年第一次有2组以上的人选党主席，就是马英九跟王金平。那此后这20年来一直在党内初选都是有的这种2组以上的人。我老实讲，我是跑国民党的老记者，我今年听到比较不寻常的，就是很多参选的人都在讲说，党中央有私相授受，有密室政治，有人头党员，我听了是不胜吃惊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党员现在大家都认为，反正秃子跟汉子都已经落选，现在只能寄望在燕子卢秀燕身上。我很大胆的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明年年底卢秀燕就卸任了，下来她没有舞台，没有光环了，请问你们当中可能有个人会当选党主席，你们是不是继续让卢秀燕有光跟热了？好狠啊！这一刀就往朱立伦心潮去捅啊！党中央有私相授受，刚才前几个张亚中啊、郑丽文，大家顶多就是暗讽而已，现在是一刀给他捅进去了。意思就是说，怎么保护卢秀燕？我觉得这次党内选举，我们不要给标签，不要抹黑。我可以很具体的讲，我们这次所有的党主席候选人都是透过争取党员一票一票，然后来当选。党内的民主根本不可能有私相授受的问题。今天在台北或者在这个镜头切得很赞，另外一个人。今天在台北或者在国民党里面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吗？当然没有。而且外面一直在谣传说，我们有些人跟党主席之间有见面有商量。我觉得我征询了非常多人，可是唯一没有征询的人就是朱立伦主席，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中立，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他在选举前有任何的交往。这一次是不可能的事情，听到没有？唯一没有征选的是朱立伦。听清楚了，你们这些好黑黑，不要再黑郝龙斌了，知道吗？人家郝龙斌讲的斩钉截铁，我唯一没找的就是朱立伦。当初我是支持卢秀燕市长来选党主席，因为我觉得党主席跟总统候选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对于整个的未来总统大选之间最好能够运作。当然
他后来为了要做妈妈市长，他要稳定台湾中部，而且我见到他也讲，他说我们过去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北部一定是大胜，中部是决战中台湾，他并不在乎他将来会不会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一定要把中台湾稳住赢下来，这样的一个为国民党奉献牺牲精神，我也非常的尊重。翻译就是说，如妈无私啊，我们很尊重。但董哥问的是，你要怎么让卢秀燕有舞台？卢秀燕如果将来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众望所归候选人，我们当然可以征召他。这代表卢秀燕不会是唯一嘛？那另外一个太阳是谁呢？因此呢，这个卢秀燕的机制呢，我们会很重要。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更强的你知道啊？董哥意思是你怎么给他空间？他意思是说，到时候如果卢秀燕不够强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有初选机制。你到底想找谁啊？刚刚听到郝市长的澄清因为跟前一阵子我们从新闻上面所看到的似乎有很大的落差。也是郑丽文一刀子给他捅进去了。但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党主席的选举应该是一个公平公开的选举。虽然立文在拜会各个党员都听到了各种的传闻、各种的消息，但是我宁可相信这次党中央有决心办一场干净公平的选举。另外，有关于卢市长27年有没有舞台，在明年年底卢市长卸任之后，会无缝接轨的马上进入了总统参选模式。27年的年初，国民党就必须顺利的完成透过公开的制度来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郑丽文讲的真的很好首先，他不是内定卢秀燕，而是说卢秀燕一旦进入到提名机制之后，他会非常的忙碌，而这个忙碌是因为他还必须要跟民众党来做讨论，所以这很务实啊，这超级务实的啊。这段时间的党主席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被动消极的看守党主席，等待未来的总统候选人27年就位。相对的，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明年的选举一定要赢，还要在南台湾突破。那明年的选举之前，党主席一产生，立刻马上就要跟民众党进行蓝白合的相关的作业。未来的党主席不可能只是一个看守的党主席，最后把党权交到总统候选人手上，反而是要帮助总统候选人。哇，这个是双刀开啊！他这个是一刀捅郝龙斌，一刀捅罗智强，但是都是杀人不见血。郝市长的澄清跟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落差很大。另外一个，不可以是看守党主席，为什么？因为罗智强一直提出，他其实是个看守党主席的概念，对吧？我已经不太想在这边再谈国民党的这一次选举制度有多么的荒腔走板了。这个规则可以直接靠北了，随时就更改啊！还有包括投票人的资格也可以一再的演。我想任何一个民间的社团都不会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意思说国民党这个党中烂透了。对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来讲，就是建立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制度，让所有的优秀党员他们都能够在公平公正公开下竞争，没有谁是必然的2028年现在的总统候选人。卢秀燕是一个考虑，韩国瑜也可以是一个考虑，管仲明校长也不错啊，还有很多优秀的党员，为什么他们不可能是2028年的候选人？人间是无常的，现在民调高，难道就表示2年以后民调还很高吗？国民党已经犯下太多的错误。我还提出一个更重要的，我这一任的党主席任期到2028年的5月19号为止，因为我们要建立党主席跟总统的任期制，也就是2028年5月20号，如果是国民党的总统，那么国民党的总统自然接党主席，或者他可以指派任何人当党主席。所以刚才讲到，直接一刀就往朱立伦上打，一刀就啪啪啪啪啪。第二个是制度问题，谁说卢秀燕现在就最强？搞不好任何人都可能是最强啊，搞不好自己也可以是最强啊。董哥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请问卢秀燕卸任市长之后，她的位置在哪里啊？至少她是现在的共主吧？当然未来有可能有韩国有其他有可能，但是这位共主难道不是我们应该悉心齐力去保护她吗？罗智强是唯一提出一个太阳我当月亮的政见的人嘛？今天罗智强就是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嘛？为什么？当今天总统赛当然可能不是我，可能不是卢秀燕哈，可能哈，我帮这位总统参选，如果他没有舞台没有位置，党主席位置给他。他如果觉得他不需要当党主席，一样有舞台有光芒，他可以找一个跟他能配他真正能把兵权收到手上的党主席。只有罗智强这么无私，才有可能带领我们国民党打赢2028大选的胜利啊！我看到国民党历史规律，5个总统选举2次胜选都是一个太阳，但是3次败选都是2个太阳、3个太阳。国民党的下来是这样，太阳一多哈，不会相互的所谓的加持，会相互斗争，变成太阳饼去跟赖清德打架。国民党必须要珍惜我们难得的所谓的意见的领袖。罗智强重点不要偏实务经验，他很务实的去分析了国民党必败是什么。国民党只要太阳一多就死掉，因为国民党最不会做的就是团结。其实我真的很遗憾，我的同事连一些民主的素养都没有。党主席可以私相授受的吗？党主席可以去征召的吗？国民党没有一个初选制度吗？今天开口卢秀燕，闭口卢秀燕，把卢秀燕当酱油，是不是？每个都要沾2下。各位，你们说你们是无私的，你们是奉献的，为什么在823大罢免赢了以后，卢秀燕不宣布参选以后，你们才出来选党主席呢？其实各位扪心自问，你们今天很多的发言不是无私，是非常有算计。你们认为这次党主席是有机可乘，你们站出来。刚刚谈话很多，包括批评国民党不团结，包括国民党年轻人太少。我请问一下，我们的朱立伦主席的确跟基层很少接触，但是你们这些当权者跟朱立伦主席可是天天可以见面了，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建议呢？你们为什么不改革呢？选举到了，每个人好像变成改革的圣人了。每个国民党现在过去的事情，你们都有意见，你们都是国民党的当权者呀，你们为什么那时候不去革新呢？他后面提到9·2共识，我上礼拜问了罗智强同样一个9·2共识的内容，没有答出来，我已经给了答案，这礼拜还是没有答出来。刚刚听的各位讲的9·2共识还是没有答出来，你们连一个9·2共识的内容都不知道，你们哪有资格谈两岸关系、谈大陆政策啊？开玩笑啊！当个党主席不是这样子干的，连个基本的9·2共识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在那边侃侃而谈两岸关系要怎么走，这是国民党的悲哀啊！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不要在这边丢人现眼。当然这好炸裂哦，笑死了，太扯了，太扯了，缴1320万来骂人，纯粹来骂人的。
把卢秀燕当酱油，然后把所有人痛骂一顿，结论就是这样。我走访各地，太多跟将军类似的声音了。首先，在我们的地方党部，很多党工4年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党主席。去看看，很多地方党部当然都已经没有了，被抄党产，但是他们的荒废、荒凉的程度。所以我当一个党主席，我说我是一个行动党主席，我要走遍我们所有的基层党部，让我们的基层党工、基层党代表受到重视，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一心为党，这才是国民党部队里头最重要的一环。怎么打选战的时候，为什么为党宣传的时候，为什么为党拉党员的时候看不到他们的功能呢？不重视他们的存在呢？现在的中常会如同虚设，这几年没有人要选中常委，没有人要选中央代表，为什么这么冷清？为什么离心离德？我很感动的是，立委宣布参选党主席之后，很多人跟我说他们想要来参加国民党，很多失联的党员说他们要回来重新找党费。国民党的党魂一直都在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大声的辩护？我们不能够强力的论述？我们不能够让身为中国国民党党员拥有尊严，值得骄傲？这是今天我们的话语权什么时候被夺走了？我刚刚讲到，我到地方上面去，地方县市政府、地方议会，在民进党要团灭国民党，国民党最惨淡的这几年，他们是怎么样在地方苦撑硬撑的？中央看见了吗？感恩吗？重视吗？这里我比较倾向是用重新把人情用下乡的方式重新去复活党机器跟组织，他更重视地方党组织的再造。当然这个问题啊，党组织再造是郑丽文是一直都很有他的想法，我也听过他讲很多次了，怎么样去做，他有自己的想法。